我守着这片江水打鱼半辈子，这天竟然捞上来一位白发老者，这分量，少说也是条千金江王，今儿运气要爆棚了！我的天哪，哪儿冒出来的怪人？姑娘，只要你送我回去，以后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阿弥陀佛，胡子长这么夸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鲤鱼精？救命啊！我叫你送我回宫，没叫你送我见阎王。尴尬了，这居然是个大活人，不是鲤鱼精。还不行，得罪了。阎王原来是个女的。老人家，对不住，我还以为你是水里的神仙呢，以后再也不听那些买鱼的人瞎忽悠了。我倒不是神仙，可是本领也不比神仙小。哦，吹牛谁不会啊？你老人家到底是谁啊？实不相瞒，我乃当今皇上。微服出游的时候出了意外，掉进了江里，漂了一夜，幸好被你这丫头捞出来。姑娘，你救驾有功，只要你把朕送回去，想要什么赏赐都行，朕甚至可以封你一个郡主当当。完了，这老头脑子绝对被江水泡坏了。爷爷去世前几年也是这样糊里糊涂，一会儿说自己是太上老君，一会儿说自己是鱼。对付这样的老人家，我有经验，得哄着。是，皇帝陛下，您这一身都湿透了，要不要先换身衣服？对，先伺候朕更衣，再寻御医前来。朕的脸怎么这么疼？三叔，这大爷脑子泡坏了，连衣服都不会穿，劳烦您帮他换一下。哎呀，这衣服怎么一股鱼腥味儿？料子还这么糙，是要割破朕的龙皮吗？你这粗汉，手脚轻点，弄疼朕了。这老头是什么人？连衣服都不会穿。我想帮他一把，他还嫌我手粗。让他进来伺候朕更衣。你个老不休，让一个黄花大闺女给你穿衣服，看老子今天怎么教训你！朕更衣一向是宫女伺候的，怎么就成老不休了？算了算了，朕不跟你一般见识。姑娘，你何时送朕回去？行啊，你家住哪里？住京城。啥？大爷，你知不知道京城离这里有多远？那你送朕回城里的行宫也行。行宫咋走？朕也不知，从前出门都是乘车外出，朕只负责坐着。唉，这老头病得可真不轻。大爷，先吃饭吧，吃完饭再商量如何送你回去。看他这瑟缩样，就知道泡在水里受了寒。靠水吃水，打鱼谋生，我的烧鱼手艺更是十里江边拔尖。好香啊！哈哈哈哈！二娘许久不做鱼汤了，今日倒是有兴致。今天捞上来一个落水的老头，受了寒给他熬的，他脑子糊涂了，连自己是谁、家住哪儿都记不得了。大胆！谁让你直视朕的龙颜？哈哈哈哈！确实糊涂的不轻。老头儿，你要是皇帝，我就是玉皇大帝了。好，这道豆腐烧鱼比宫里做的还好吃。吹，接着吹，说的跟真的一样。哼，这船板太硬，硌得朕腰疼。这呼噜声比打雷还响，还让不让人睡了？听说了吗？二娘这儿收留了个自称是皇帝的糊涂老头，确实糊涂的不轻。各位大哥，这几日可有听说谁家走失了老人的消息？
他不是装糊涂吧？天天在你这儿蹭吃蹭喝的。随他去吧，一口吃的还能把咱们吃穷了。连御厨都做不出这等滋味。等朕回宫后，定封二娘你为御膳房主管。还回宫呢？我看你这老头是该回去见你祖宗。三叔，他都糊涂成那样了，你就别跟他较真了。我渐渐发觉，老头可能并没糊涂，他说的也许是真的。听说你这儿有个几日前落水的老头。诺，你们找的是这个老头吧？老爷子，小的来接您回去。外面人多眼杂，委屈老爷子跟小的们回去，别声张。这两个人有问题。免礼免礼，二娘你瞧见了吧？我可没说大话。他们真是你家人？你怎么好像不认识他们的样子？我手下精兵啊，不，家丁千万，哪能个个都认识？这肯定是我哪个儿子手下的，总之不会有错。二娘，你跟我们同去，这回我要重重赏赐你，带你享受荣华富贵。小子，老实交代，这老头真是皇上？我们家老爷子这儿有问题，我们都得哄着他。我就说嘛，他要是皇帝，老子就是天王老子。家丁身上带着官制钢刀，眼神还跟要吃人一样，这哪是来接爹的，这是来要命的。既然送上门来，那本姑娘就将计就计。天都黑了，两位想必赶了很久的路，先坐下吃口热乎饭再走吧。不必了，我们急着赶路。我可告诉你们，错过了二娘这口手艺，你们满天下都找不到这么好吃的鱼。听话，吃完再走。来，尝尝鲜。姑娘，你把我家老爷子伺候得这么周到，我家主子肯定会感谢你的，请姑娘一定与在下同往。正好乘我的船，我送你们回家。你们要干什么？对不住了，老爷子，那日坠船还以为您死了，没想到你命这么大，那就别怪我们下手了。你们这是弑君，是诛九族的大罪，谁指使的你们？长久，别听他的。今夜咱们把所有知情的人都杀了，谁会知道？两位好汉饶命啊！我就是个打鱼的，连字都不识几个。谁让你多管闲事救了他？现在凡是见过皇上的人都得死，可惜了你做的那手好鱼，下去以后煮给阎王吃吧。放开他！你们休要乱杀无辜！不好，被人发现了，快动手！你居然开黑店下药！你才是开黑店的，本姑娘可是正经的生意人。只是我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民，总要有些自保的手段。二娘，你何时发现这两家伙有问题的？这两人来时，包袱里沉甸甸的，露出了钢刀形状。见到你的时候，他们眼里闪过的不是重逢的惊喜，而是杀意。我和三叔配合，在菜里下了迷药。之后，我便自报奋勇送他们回家。若是我们误会了他俩，便一起到主人家赔个不是；若没误会，怎么样，龙老头？我们可是又救了你一命，这回你不赏我个王爷当的？他们居然盼着朕死，还三番五次的害朕，朕真是瞎了眼。哎呀，你别哭啊，都这么大岁数了，哭得像什么样子？大不了我不要你封我当王爷了，还不行吗？当，怎么不当？等朕回去杀了那几个逆儿子，不仅封你当王爷，还要封你当铁帽子王。又来了，你先能回去再说吧。我看你们怎么跑。等他们醒了，好好审问。没用的，他们敢刺杀朕，一定是死士。等醒过来，若不能逃走，就会自杀。那咋办？好不容易抓活的，总不能干瞪眼吧？坏了，这俩家伙嘴里藏了毒药，服毒自尽了。果然是死士，这下线索全断了，连幕后黑手是谁都不知道。这次刺杀失败，
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死士前来，不仅龙老头危险，也让我和三叔陷入险境。不用查，越有可能做皇上的人越有嫌疑，肯定是朕的哪个好儿子干的。对，找武寻，朕的御林军统领武寻对朕忠心耿耿，他绝不会背叛。哼，拉倒吧，你都在那个武统领眼皮子底下被推下江了，他能靠得住？唉，行了，大爷，还有，以后别老是朕啊朕的挂在嘴边，生怕刺客找不到你。先改个假名吧。那就叫我龙老头吧。龙老头？你这改的跟没改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身份尊贵。行了，龙老头，你那几个儿子就没一个能投奔的？大皇子和二皇子都在京城做王爷，势力盘根错节，只有三皇子早早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封地，反倒是最安全的。老夫决定了，先去投奔三皇子。龙老头，你确定你那三儿子就靠得住？说不定最想杀你的人就是这个老实人呢。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老大老二在京城拉帮结派，唯独老三心思单纯，号称一根筋，不识变通，让他造反比登天还难。你这老头说白了就是欺负老实人，荣华富贵没老三的份儿，落了难倒想起人家来了。都说老三这封地穷山恶水，多穷凶极恶的刁民，这怎么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老人家，请问荣王府怎么走？姑娘，是来求米粮还是来申冤的？若是申冤，荣王每日亲自坐堂收状纸；若是缺粮，去户政登记，就能按人口领米领种子。听您这口气，荣王殿下还是个大善人。姑娘，你们几位是外地人吧？居然不知道荣王殿下的大名，他老人家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儿子，是我们的大恩人。现在家家户户都给他老人家供长生牌位，希望他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才能保佑我们方圆周氏的百姓平安。家家户户供长生牌位，老夫还没死呢，百姓居然先给这逆子供上了牌位，简直是无法无天。荣王这些年兴修水利，广种农田，严明吏治，奖放分明，把从前穷山恶水、刁民遍遍的封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口里心里念的都是荣王和当今皇上的恩典。朕怎么也没想到，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朕的名头竟被朕的儿子打响了，还是朕最不受宠的那个儿子。这位老人家是荣王的远房亲戚。你们要是直接去荣王府，肯定扑个空。这个时辰，荣王一定在田间查看呢。哪位是荣王殿下？这哪是老人家，分明是个大好青年啊！父什么父？我是你远房大舅，别跪了，地里脏。混账至极，谋逆之徒，人人得而讨之。姑娘和大叔高义，三番五次救我父皇性命，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殿下客气了，如今既然已经安全把人送到，明日一早我们便告辞回江上打鱼去。不能走，绝对不能走！朕还要带你回京，封你做郡主呢。龙老头，你儿子是王爷，你安全了，还赖着我干嘛？谁说安全了？老夫现在谁也不信，就信你。父亲不允，恳求二位恩人留下。于是人生头一次，我和三叔这样的穷苦小民，也过上了被人伺候的日子。江上跑了大半辈子船的泥腿子，也有一天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哼，龙老头现在谁也不信，就信咱们俩。荣王也没办法，在等待回宫的日子里，皇上每日都随荣王下田间巡视，去县衙旁听审案，去水坝
看看修缮的情况。皇上念叨着美食在民间，有时候还命人捉了稻田里的鱼。就这农家的土灶，让我给大家露一手。荣王也是个实干派，老子帮厨，做儿子的就劈柴生火。看上去，你们倒像一家三口。三叔不要乱说，荣王殿下是天皇贵胄，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打鱼女，如何相提并论？二娘啊，朕这辈子吃过无数山珍海味，都不如你这农家土灶里烧出来的鱼香。那您就多吃点儿，吃饱了好赶路，免得整天念叨。这接驾的队伍怎么还不来？这几天刺客一波接一波的，朕这觉都睡不安稳。有刺客，保护父皇！父皇小心！瞎了你们的狗眼！姑奶奶的地盘也敢撒野！三郎，你怎么样了？来人！忘恩负义的狼崽子，连亲兄弟都要赶尽杀绝，朕还没死呢，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了。我儿千金之体，怎么能以身犯险呢？赶紧派别的人来保护朕。父皇才是千金之体，儿子为父为君，万死不辞。呸！什么万死不辞？将来你要肩负社稷，怎么能死呢？父皇，您，儿臣不敢。唉，真是个呆子。这个时候不该表表忠心，推辞一下吗？怪不得在这穷乡僻壤这些年无人问津。二娘，这些日子朕一直想问你个问题。皇上您问。你是想做个高高在上的郡主呢，还是想做朕的儿媳妇呢？皇上莫怪，我可不想过这样整日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如赐我米面钱财，我乐得逍遥自在。说的也在理，若你真成了儿媳妇，倒不好整日让你烧鱼给朕吃了。天天惦记着吃，真是个馋嘴的老头。谁敢动荣王殿下，我们跟他拼命！殿下是我们老百姓的恩人，刺客要想进去，就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保护殿下！保护殿下！乡亲们，本王何德何能，让你们如此厚爱？这才是能让天下归心的明君之相。这天下或许真该交到他手里。老乔，看到没？这叫民心向背。哼，拉倒吧，人家护的是爱民如子的荣王殿下。谁认得你这个蹭鱼汤喝的老头？哼，那也是朕的儿子，教导有方。皇上这人也怪，越是不拘里面，他越是开心。每日不和乔三叔拌几句嘴，他就浑身不舒坦。皇上，看到您安然无恙，臣就算死也瞑目了。哎，行了行了，别哭了，要谢你就谢婉二娘。要不是他一路护着，朕早就死在江里，死了800回了。多谢婉姑娘救驾之恩。武统领客气了。传朕旨意，即刻回京。荣王殿下，您可要早点回来啊！殿下，草民舍不得您啊！诸位乡亲，莫要悲伤，朕自会派清廉镇正、爱民如子的好官来。至于你们爱戴的荣王，一块封地如何能施展抱负？朕还要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不要辜负朕的期望。看来要更替主君了。想起刚入荣王府那几日，那几夜我可是开心的睡不着。他是你亲爹，你不知道他的脾气喜好？他是皇上，而本王只是不受宠的皇子，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父皇几面。不过看婉姑娘和父皇相处，嬉笑怒骂全凭自己心意，就是最得宠的大皇哥和二皇哥，当年在父皇面前也不敢如此随意。不知姑娘有何秘诀？哪有什么秘诀，我不过是把皇上当成普通的老人家。你看平常人家如何对待自家老人，你便如何对待皇上就行了。老三，你这是作甚？自己爹有危险，当儿子的自然是要贴身保护。荣王把父子感情升温的功劳都记在了我头上，
得到现任和未来皇上的感激和信任，以后的荣华富贵是跑不了了，到时还不得封我一个御赐捕鱼？可这份开心并没维持多久，回京的队伍还没走出封地，就出事了。启禀皇上，大皇子反了，叛军已经切断了回京的一切路线。逆子，畜生！朕不在的时候，你们御林军就是这样替朕守着京城的，眼睁睁看着那群逆子造反。微臣死罪。皇上落水失踪，朝中势力早就分化。大皇子这是要弑君篡位，二皇子则等着坐收渔翁之利。白日做梦，几个乳臭未干的逆子，以为朕的江山是如此轻易就能颠覆的吗？皇上，微臣此次南下，随身带了调兵虎符，只要我们能平安逃出这片封锁区，抵达300里外的山城军大营，就能立刻调动大军，长驱直入，迅速平叛。可是父皇，大皇兄的叛军已经把陆路围成了铁桶，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们根本无法从陆路突破。陆路不通，那唯一的突破口就只剩下水路了。可臣带的御林军都是京城来的，只善陆战，不善乘船。你们看着我干嘛？不会是想指望我一个小小的打渔女来力挽狂澜吧？唉，我就说吧，你们皇家的银子还真是难赚啊！不仅要会做饭，还得会拼命。儿子怎能眼睁睁看着父皇置身危险？就算水路再凶险，儿臣也愿意拼死护着父皇，一起闯出去。好儿子，之前护驾不力，皇上在我眼皮子底下遭人暗算，如今还没发现大皇子在身后切断了后路，如今要不将功折罪，恐怕万死难辞其贵。臣誓死护陛下和荣王殿下，一同前往山城军。二娘，你看，真是欠了你们的。行了，我婉二娘做事有始有终，既然接了这活儿，这次本姑娘就把你们全都活着带出去。真是便宜了那小子，堂堂皇子难道还配不上婉姑娘？瞎嚷嚷什么？二娘的手艺和人品，谁能娶到她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个只懂舞刀弄枪的莽夫，懂个屁！二娘，接下来的水路要给姑娘添麻烦了。不麻烦，倒是委屈殿下要和我做一对江上打鱼的渔公渔婆了。既如此，那姑娘别再喊我殿下，叫我三郎可好？好嘞，三郎，上船吧。是，娘子。好家伙，这架势，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大皇子是铁了心要把皇上困死在封地里啊！我不行了。你个陆地上的活阎王，到了水里连条泥鳅都不如。没用的东西，朕养你何用？还能干点啥？快进去躲着吧！就你这体格，一看就不是打鱼的，别出来露馅了。停下！干什么呢？都给老子滚出来检查！这位军爷，小的们是打鱼的，正要将今日打来的鲜鱼送到临城区去卖。哼！今日这里封疆了，任何人不准通行。你们原路滚回去！军爷，我们和酒楼说好了要送这鱼去卖，若是今日不送，不仅鱼臭了，还要赔付酒楼一大笔银子。您老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吧。说不行就不行，再敢啰嗦，小心老子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混小子，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要走这条水路，咱们能误了送鱼的时辰。这下可好，咱们全家都要赔大发了。老天爷啊，这可怎么办啊？我就指着这几两银子给自己买棺材板啊，这下全没了，我不活了！这老头演技居然这么炸裂，村里的王寡妇看了都得自愧不如啊！爹，你差不多行了。
君爷，你行行好，我公爹就指着这次卖鱼的钱给自己养老送终呢。要是这次赔了，公爹就要把我卖了换棺材钱。我死也不愿和夫君分离。娘子，快滚快滚！好丧呢，吵得老子脑仁疼，赶紧划走。多谢君爷。三郎莫怪，刚才为父下手重了些，都是权宜之计。只不过这件事只限我们3人知晓，日后谁也不许再提起。完了完了，撞破皇家性命，不会被刺死吧？所有船只人口一律不许通行，原地靠岸接受盘问，违令者杀无赦。不好，他们可能发现父皇的替身了。我们在王府留了替身，拖延时间。如今叛军加紧盘查，定是已经攻破王府，发现端倪了。这阵仗硬闯必死，干脆把船靠岸，见机行事。干什么干什么？谁让你们在这里上岸的？这里不许摆摊儿，快滚！君爷息怒，今日封了江，我们也过不去。这几篓子活鱼是放到明日全都得臭了。小夫人寻思着，不如就地做成下酒菜，让军爷们也尝尝鲜，暖暖胃。这干活的利索劲儿，一看就是寻常贩卖酒食的底层贱民。军爷们辛苦了，天寒地冻的，都来喝口热汤，尝尝鲜嘞！娘的，这些听风餐陆军的，连顿饱饭都没吃过，真是饿死老子了！这鱼味真绝了，香老子可不客气了。喂，龙老头，今日你怎么这样老实，连块鱼尾巴都没偷吃？这可不像你的做派啊！呸！别当朕不知道，那些鱼都是从五巡船边上捕上来的。军爷，这酒够烈不？长久，大皇子手下的那个死士头目，他居然没死。是你，开黑店的贱人！都别吃了，全他娘的给我站起来！3、2，倒！鱼里有毒！贱人，还敢说你不是开黑店的？今天老子把你千刀万剐！三郎，闪开！别怕，我没事。朕有事啊！救驾！救驾啊！狗皇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拿命来！逆贼受死！只要脚沾地，老子就是王！杀！皇上，臣来救驾了！好小子，朕回去赏你吃御膳。快，趁现在上船！他们就躲在这里，赶紧找！殿下说了，抓到有重赏。二娘，这会怎么办？皇上，三郎，看我的！什么声音？不好了，有水鬼！那是些什么？真的有水鬼吗？
别过来！大统领，把刀收起来吧，自己人。大当家的，你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你回来了！大当家，这些都是你的兄弟。对啊，你是他们的大当家。这话说的，刚才大家不是都喊了吗？大当家，你是女匪首？呸！别胡说，我们只是曹帮。哼！那你们水边是不是有座山叫梁山？武大统领，少看点杂书吧。他这是怎么了？伤自尊了呗。啊！刚才他还英雄救美，结果没想到你的功夫比他厉害多了。话说回来，儿媳妇，你可千万别抛下朕那不争气的儿子啊！皇上，你是怕没了儿媳妇，还是怕没鱼吃？都有，都有。堂堂荣王殿下，才看不上我这么野的女子吧？末将参见陛下，参见荣王殿下。众将士听令，大皇子谋逆篡位，罪不容诛，随朕平判。启奏陛下，天下兵马勤王，大军势如破竹，逆贼大皇子、二皇子已然伏诛，叛乱已平。荣王护驾有功，德才兼备，即日起立为太子。儿臣叩谢父皇隆恩，儿臣定不负圣望。传朕旨意，班师回朝。恭喜殿下，贺喜殿下，护驾平叛，居功至伟，臣等敬殿下一杯。诸位将军辛苦。殿下少年英才，德备苍生，将来登基定是我大周朝百姓之福。好说。殿下，臣行了，都散了，都散了。刚立太子就灌他酒，是想让他明天起不来床，误了班师回朝的大事吗？急什么？坐不住了。父皇，儿臣没有。没有？你刚才那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朕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行啊，这玩意儿比我们曹帮的鱼叉沉多了，就是不知道扎鱼好不好使。那指定不好使，这玩意儿直愣愣的，哪有鱼叉带倒钩的顺手？我的姑奶奶哟，您可别乱碰啊！那是军中制式兵器，弄坏了是要按军法处置的。哎，三叔，你看那个，走，咱们去露一手。别，婉姑娘使不得，使不得！怎么，这剑把是金子做的，碰不得？不是，就是军中练功用的。您二位千金之躯，万一伤着碰着了，殿下和皇上那儿，臣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您是？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就是闻着香过来看看。不行，这肉炖的太老了，调料也放的不对。婉姑娘，使不得啊！这是军中伙房，您怎么能……哼，怎么？我还能给你们下毒不成？不是，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您是什么身份啊？怎么能做这种粗活？武大统领，你就别操心了，我们大当家的手艺，你就是想吃还未必吃得到呢。我的娘呐，这也太香了！行了，别转了，转得朕眼晕。父皇，儿臣想去找二娘就去，别在朕这儿装模作样。儿臣没有。你刚才在庆功宴上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朕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三郎啊，二娘是个好姑娘，这一路要不是她，朕的骨头都不知道喂了多少鱼了。她救了朕，也救了你。儿臣知道，儿臣绝不会辜负她。朕知道你不会，所以啊，吴询，臣在。朕忽然想起来，还有些紧急军务要和你单独交代。你随朕来，让太子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好好想想班师回朝的事。是，陛下。对了，吴询，朕交代你的事儿很重要，没有2个时辰说不完，谁来都不许打扰，听见没有？臣遵旨。二娘，你为何要帮本王？还是被殿下发现了。那时候我和爷爷讨饭，路过你的封地，
你还是个刚被驱逐不久的少年，却已经颁发政令，救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之人的命。后来有了力气的我一路北上，凭着一身游水的本事和不服输的野性，披荆斩棘，做了曹帮的大当家。曹帮黑白两道，平日我便和乔三爷扮作打鱼卖酒的，寻些买卖的机会。哪成想阴差阳错救了皇上，我想方设法保住他，又找机会送他去见你，只想让他亲眼看看这位勤政爱民的好王爷是如何将封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后面的事有些出乎意料，我没想到一路如此凶险，更没想到你似乎对我动了情。殿下，您以后一定会是位为国为民的好皇上，民女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你眼里，我只是殿下吗？你将来是要做皇上的，理应娶名门贵女。我自由在惯了，只想在江上过快活日子。咱们有缘，但是不多。从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好皇上，指点江山，造福百姓。可如今，我倒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和心爱的人一起浪迹江湖。殿下，你有你的抱负，我也有我的。我要将曹帮变成天下第一大帮，而你身负的是天下百姓。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你去吧，我看着你走。三郎，那日你护在我的身前，我欢喜得很。算了，去他的规矩！我是大当家的，又不是什么规矩的名门贵女。我还以为大当家的要和那小子回京当皇后呢。我可是曹帮老大，谁要做那劳什子皇后？听着风光，却不过是男人的附庸。不过，我倒是为曹帮谋了个万事太平的好前程。大当家的，这就是你3个月前说的好前程？这孩子真是当今太子的？当然，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婉二娘要生孩子，自然要借全天下最好的种。少帮主的亲爹是当今太子，以后可就是皇上啊！以后哪个不长眼，爹官差敢来查咱们的税，直接大巴掌呼他！曹帮万岁！大当家牛波一！胡闹！胡闹！定公，婉二娘，你这是要把整个曹帮都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定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当家的是为帮里谋福祉，有了皇家的血脉，咱们曹帮还怕什么？怕的就是皇家。乔三，你跟着他出生入死，脑子也变糊涂了吗？自古以来，江湖与庙堂就是2条道上的人。我们曹帮能在江上立足100年，靠的是兄弟们齐心，靠的是咱们自己的规矩。什么时候需要靠一个女人的肚子去换前程了？你们以为这是靠山？我告诉你们，这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一把刀。今日太子能为了这个孩子给咱们几分薄面，他若是登基为帝，为了皇权稳固，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我们这知道他底细的江湖草莽。到时候让我们曹帮上下几百口人死无葬身之地。大当家的，你糊涂啊！你救驾有功，想要金银财宝，朝廷都会给你。可你偏偏选了最凶险的一条路，不仅害了自己，还要拖上整个曹帮。我不管你肚子里的是龙种还是蛇胎，曹帮的100年基业绝不能毁在一个还未出世的孽种手上。大当家的，今日你要么选择曹帮，要么选择这个孩子，二者只能活一个。定公，您是帮里的长辈，您的话二娘不能不听。可曹帮的基业也不是您我二人一言可决的。既然您请出了帮规铁齿，那咱们就按最古老的规矩来办。曹帮立邦之初，凡遇大事难决，当家与元老当众3问3答，以礼服众，以德服人。今日我婉二娘愿在此应下定公的3问，若3问之后兄弟们仍觉得我错了，我自当遵从帮规，无半句怨言。好，既然你敢应，老夫便敢问，你腹中之子身负天家血脉，于我曹帮而言，究竟是福是祸？我来回答定公。敢问在场的兄弟们，我们曹帮在江上讨生活，每日面对的是什么？是吃拿卡要的官差，是虎视眈眈的对头，是说来就来的风浪。哪一天不是刀口上舔血？我们所谓的福，是拿命换来的，而祸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定公，您说这块盾，我们是该举起来，还是该亲手砸碎？哼，说得好听。老夫再问你第2问，你行此险棋，究竟是为了曹帮的千秋万代，还是为你自己能攀龙附凤，谋一份泼天的富贵？定公，您说错了。若我婉二娘贪图富贵，此刻应该在京城等着做未来的太子妃，乃至母仪天下的皇后，那才是真正的泼天富贵。我为何要回来？
为何要守着这风里来雨里去的江面？这里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家人，我在为家人谋一个前程，一个不再任人宰割、堂堂正正阳光下的前程。我肚里的孩子是我的，也是我们曹帮所有人的，他的血脉是我们所有人的底气。说得好。定公，您问完了，现在轮到我问您，问在场的所有兄弟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们曹帮如今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朝廷吗？是这个孩子吗？都不是。我们最大的危机是固步自封，是以为守着这1亩3分地就能安稳100年。江水在变，朝堂在变，天下都在变，我们不变就只有死路一条。老朽有眼无珠，从今日起，曹帮上下为大当家马首是瞻。大当家，不好了，咱们码头被官兵包围了！他娘的，阴魂不散了是吧？慌什么？这江上我说了算。二娘，父皇说你这段日子可能吃不下东西，我让人寻了这个，是京城老字号的盐渍姜谱，止吐最好。你尝尝。殿下，您这是来送礼还是来抄家？带这么多人，我还以为要开战呢。不是，是他们非要跟着，我说不用。武统领说路上不太平，反正我不走了。我说过的，这辈子都要护着你，劈柴生火，我比当太子拿手。哎呦喂，咱大当家的眼光可真毒，这哪是借了个种啊，这是买一送一，连苦力都自带干粮上门了。行吧，后院那堆柴火放了3天了，潮的能拧出水。你要是真闲得慌，就去劈了。哎，我这就去。武统领，别想不开，你家主子乐意，你就当他是来体验民间疾苦的。殿下，京城送来的紧急公文，内阁正等殿下拿主意呢。殿下怎么又劈上柴了？急什么？朝中大事有内阁先盯着，出不了大乱子。公文先放石桌上，等晚些时候二娘歇下了，姑子会秉烛批复。现在我得先把二娘泡脚的药水烧好。堂堂太子真在我曹帮总顿来当劈柴伙计？怎么，京城是发不起太子的俸禄了？大夫交代过，江上湿气重，你如今怀着身孕，最忌受寒。我多备些柴火，好给你烧水去生。行了，我都快被你这烟熏死了，赶紧把袖子放下来。堂堂储君，整天跟个火头军似的，也不嫌丢人。殿下，江面上这些粗人实在无礼，吵得婉姑娘无法安休。臣这就带人去清江，强行驱离所有商船。不可，大家顶着烈日讨生活本就不易，怎能为了一己私事就动用强权去扰乱百姓生计？去，带上咱们带出来的那些消暑解渴的酸梅汤，给江上的人送去。后面的跟上，都给老子使劲儿！大伙儿喝碗酸梅汤解解暑。前头有孕妇在休息，劳烦大伙儿放低些声音。兄弟们，都把嗓门掐了，人家送冰汤给咱们消暑，咱们也得讲良心。前头有孕妇歇息呢，拉钱的都是暗劲儿，别吵着人家。二娘，快给朕整盆豆腐烧鱼，朕这一路险些饿晕过去。哟，皇帝陛下这是转行体验民情去了，穿成这样跑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船上招了个老乞丐呢。哎，别提了，御膳房那帮不中用的厨子，成日里只知道雕龙画凤，做的菜中看不中吃，朕这舌头都快被他们养得退化了。得，您老这是为了口吃的，连龙椅都不要了。那破椅子有什么好坐的？冷冰冰的，哪有你这灶台暖和？赶紧的，朕就执着你这口鱼续命了。陛下呀，今天的江水貌似比上次还要晃腾，臣实在是撑不住了。哼，堂堂御林军统领，坐个小木船便吐成这副烂泥模样，丢尽了朕的脸面。
二娘甭理他，先让灶台起火。朕今日非得吃上一大盆你亲手做的豆腐烧鱼，解解这肚里的馋虫。没出息的狗东西，如此人间美味，你倒成了受罪。舒坦，这才是活人该吃的饭菜。鱼也吃了，馋也解了。皇帝陛下打算何时打道回府？皇帝陛下瞅什么呢？二娘，这江上风大浪急的，不如跟朕回宫吧。只要二娘点头，朕特许二娘接管御膳房，绝不拿规矩束缚二娘。你若进了宫，老三每日下了职就能陪着你，我也能天天吃上你做的豆腐烧鱼，这日子多好！皇帝殿下省省吧，我是曹帮老大，可不是你皇家的私人厨娘。进了那四面高墙，我这江上的风还怎么吹？你这丫头当真是个犟脾气。你可知三郎如何跟朕说的？那小子义正言辞地说，你天生属于这里，受不得深宫拘束，既然留不住你，就依了你。但他还理直气壮出了个馊主意，白天在宫里处理朝政，晚上坐快船两头跑，还说五旬划船快，累不着他。天天两头跑，他愿意折腾，我还嫌他吵着我沟里的孩子呢。殿下要是天天两头跑，这最命苦的，到头来不还是臣吗？此江是老子开，此船是老子接，识相的把这船大货留下来，老子一高兴还能给大伙留个全尸。哼，留全尸，口气不小。瞎了你们的狗眼！打劫太子的内当欲祸，嫌命长了！太子爷饶命！小的有眼无珠，小的该死！看什么看？这是我们曹帮祖传的土药丸，专治晕船，赶紧吃，省得天天在船上吐，平白脏了我的甲板。大当家，朝廷最好的御医都拿臣这素节没办法，这土药丸真能管用？不吃拉倒，正好丢你下水清醒清醒。咦，不晕了，胸口这股恶气竟然散了。大当家，您这真是神药啊，比玉芳凤那些老古伴开的药方灵验100倍。老三，朕今日嘴里淡得很，快去给朕抓2条最肥的草鱼，朕晚上要吃豆腐烧鱼。好儿子，快把鱼给朕！二娘，抓到了，这2条大草鱼极肥，足够给你熬一大锅鲜鱼汤了。孕中喝这个最滋补。哼，朕算是看出来了，朕这鱼是顺带的，二娘的汤才是重点。二娘，只要你点头跟三郎回京，这空白圣旨上的内容由你来填。太子妃之位，乃至未来的母仪天下，朕今日一并许给你。太子妃皇后听着威风，可每天要在深宫高墙里立规矩，我可没那个闲工夫。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要皇帝陛下在这张图上御笔亲书，免去我曹帮在3省江防范围内的所有水陆商税。免去所有水陆商税？你这丫头胃口真是不小！你不仅借了朕皇家最好的种，现在连朕的国库都要掏空啊！你这算盘珠子噼里啪啦都快崩到朕老脸上了！父皇，您既然疼爱那未出世的孙儿，您就依了他吧。只要二娘心里舒服，孩子才能长得壮实。殿下，您的头流血了，快坐下歇歇。没事，流点血算什么？二娘在里面，比我疼。
大当家的生了，是个粉雕玉琢的千金，母女平安。真好看，这眉眼真像二娘。好啊，朕终于抱上孙女了，长得粉雕玉雕，可比那些整日里只晓得气朕的臭小子们招人稀罕多了。赏，重有赏。哎呀！五旬，去传朕的旨意，全天下免税3日。还有曹帮那帮天天跟朕抢豆腐烧鱼的糙汉子们，每人打赏1年的鱼苗钱，由朕的私房钱里出。今儿个朕高兴，不差钱。快，把朕的小乖乖抱上来，让皇爷爷好好瞧瞧。哦，朕的心肝宝贝小乖乖，让皇爷爷抱抱。皇爷爷把全天下最好的宝贝都留给你，好不好呀？哎呦，朕的小祖宗手劲儿可真大，快松手，皇爷爷的胡子要给你揪光了。大当家，我这辈子跑船算账都没见过这么稳赚不赔的营上，连皇上都成了咱少郡主的玩具。大当家这买卖做的赚大了。三郎，别光顾着剥果子，把丫头放桌上去，该抓周了。哎呦，朕的江山合着在朕这孙女眼里还顶不上二娘一柄破船桨，这居然被退货了。江山冷冰冰的有什么好？我婉二娘的闺女，天生就该在这大江上掌舵。好，既然喜欢这水路，朕便成全你。今日特封小郡主为金江郡主，赐3省水路经营权。兄弟们，都把手里的活放一放。天大的喜事儿，咱们少庄主被封为晋江郡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婉氏之女灵秀天成甚得朕心，今特封为晋江郡主，赐3省水路经营权。听见了没有？3省水路以后全归咱们曹帮说了算。朕算是彻底想明白了，朕这江山算是彻底成了你们曹帮的后勤部了。小乖乖，走慢些，来，抱抱皇爷爷。京城那些个不安分的钉子，朕都替老三拔干净了。回京之后，朕便退位做太上皇，这操心的皇位直接传给老三。朕当了大半辈子皇帝，也该卸甲归田了。等老三登了基，朕就天天微服私访，专门坐快船来二娘这儿蹭豆腐烧鱼。太上号想得美，我曹帮的鱼现在贵得很，到时候可得按规矩收太上号的银子。二娘，姑会替父皇守好这大好河山，更会替你守好这百里航道。姑不要你入深宫受委屈，但姑要你记住，姑这一生唯你一人。行了，你掩护什么？你是天下的皇帝，这天下还指望着你呢。我婉二娘天生属于这800里水路，我和女儿就在这大江上陪着你。爹。二娘，多晒些干鱼，朕过阵子还来。使劲儿！小丫头没吃饭吗？咱曹帮的天下以后可指望你掌舵呢。宝儿力气大，开大船抓大鱼给娘吃。好，娘等着吃宝儿抓的大鱼。大当家，快管管吧！皇上批完最后一封加急折子，就跟疯了似的，连夜跑死3匹马，退朝2个字喊得比谁都响亮，直接奔您这儿来了。爹，爸！二娘，宝儿，三郎回来了。当了皇帝还这么毛毛躁躁，也不怕武大庭长笑话。当了皇帝也得给二娘干活，今晚的柴火三郎全包了。
哎呀，这刁钻的鱼又把我的鱼饵骗光了。二娘，今晚的豆腐烧鱼我要吃双份补回来。我婉二娘这辈子在江上捞过无数大货，可这一网下去，不仅捞到了天底下最贵、最听话的大货，也捞到了我婉二娘最好的江山。